想跑，门儿都没有。现在李景亮把徐梦接近的高高的抓住。李景亮呢，他的一般，在去年他获得了中国选手连续爆摔老外，最后更是用断头台让老外直接投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国与新西兰的对局。那现在大家看到的选手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居莫。那这个人非常嚣张啊，他赛前也是表示，打中国选手就像喝水一样简单。那这一场一定要打到中国选手屁滚尿流。好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中方选手，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李景亮。他靠着他的力量和出其不意的打法，拿到了不少比赛的金腰带。那今天他面对居莫的挑衅，也是直接表示他会用拳头来为他说话。好的，话不多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那这个穿着白色短裤的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李景亮，另一边穿着黑色短裤又一脚把自己踢倒的选手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居莫。居莫在新西兰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选手。那在新西兰的众多场比赛中，输掉的比赛屈指可数，所以说他今天极其嚣张的来到咱们中国踢馆。哦，现在是一个摔倒，把这个居莫压在了身下。那现在李景亮也是取得了一个优势的身位。那这个时候，在第一个回合，双方就开始了一个地面战，那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巨大。李景亮也是抓准时机就肘击对手。那这个时候，李景亮的身位变得更加的优势了，直接是重拳对着这个居莫来打。是一个断头台，上位的断头台。居莫这时候脸已经快被打红了。那在刚一开始，咱们的李景亮就拿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没错，在这个全天下战队，刚刚从巴西请来的这个 Checkmate 的巴西柔术黑带教练 Flavio， 他的给。那现在居莫还是想用脚来反抗，哦，这个时候是撑起来了，但是咱们的李景亮紧随其后。确实就像一个吸血魔一样，紧紧的抱着居莫，不给居莫一点机会。李景亮对于地面战咬的是非常的死，一旦是让他抓到机会，这个对手很难逃脱。哦呦，抱摔，但是这个居莫用脚挡了一下。再次的一个重拳，哦呦，抱摔，好的，这一下漂亮，又是一个准备抱摔。哦呦，好的，这一下这个居莫是被连续的2个重摔。哦，又来第3个重摔。那这个时候，咱们李景亮的打法可以说非常残暴。但是刚刚呢，已经是大概有3次到4次，李景亮已经把这个三角锁已经摔开了，但是不知道李景亮能不能逃脱。现在这个居莫在身下是非常难受啊。李景亮的力气非常大，好的，又是一个肘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展现了吸血魔李景亮强大的逃脱能力。非常坚强的意志，可以看出李景亮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相当的充分。双方你来我往，但是刚才居莫这一三角锁的进攻，也估计想让李景亮证明说，我不仅仅是泰拳选手，我的地面也很强。李景亮这个时候时间还剩下1分30秒，李景亮依旧是处在了一个优势的身位。但是这个居莫现在想要锁住李景亮，侧面压制，但是居莫有一个反转，把李景亮压在了下面。但是双方呢，2个人已经出了居莫的半个身体，出了拳台，不知道。那现在这个居莫也是站到了一个上身位，那李景亮这个时候就比较被动，看一下李景亮能不能够挣脱掉这个居莫的束缚。
虽然说现在这个君莫处于一个上身位，但是他无法攻击到咱们的李景亮。李景亮的地面战是非常的丰富啊，他的经验。那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如果李景亮不能挣脱，哦，好的，现在是又取到了一个上的身位。李景亮呢又翻转了过来。
李景亮不愧是中国硬汉，这次面对的选手极其的嚣张狂妄，说要碾压李景亮，还各种羞辱李景亮，但是李景亮不为所动，硬汉就得靠拳头说话。随着裁判的示意，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开始，首先红色拳头就是来自泰国的选手罗仙尼，这开局就打得非常精彩啊，直接被李景亮压在身下。但没想到这家伙不光泰拳厉害，这摔跤技术和核心力量也非常强，硬生生的站了起来，而且还想找机会抱摔李景亮。而且说实话，这种形势对于我们李景亮非常不利啊，被挤在边缘就是容易出现失误。那这时对手也准备发力了，哎呦，这倒是出乎意料啊！李景亮居然被摔倒在地，而且对手显然不准备放过李景亮啊，抓紧这个时机就疯狂的找李景亮的破绽。这个时候地面防守技术就尤为重要了，不知道我们李景亮在地面防守上是否坚持住呢？ Back, and this is one of his specialties here, Rossini. He's well known for his rear naked choke. 这里对手骑着李景亮已经乱拳打了许多次了，但是李景亮抗了下来，于是这家伙就立马改变战术，开始勒住李景亮的脖子，而且这是直接要成型断头台了。这是一种裸脚的技术，一旦成型，那么对手就很难逃脱。就像李景亮现在这样就不容易挣脱。那么不知道李景亮有没有机会能够反杀对手呢？或者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硬撑了。Well, definitely it's not the position you strive to be in. It's definitely difficult. Oh, it does not look good for Lee. Lee grimacing with pain here. He's really got to get his hands up. I want to see him use his right hand to defend the choke more. Yep. At the moment, he gets Rossini's first hand off, but he needs to get rid of that choking arm if he wants a breath of fresh air. Rossini with a 6-2-1 record, and he submitted a few opponents in his time with this RNC. 我真是太厉害了，兄弟们！李景亮被勒住脖子，直到现在居然还在硬撑着，而且尽力的去更换两个人的体位，以达到过渡的效果。但是这过渡明显就没有那么容易，而对手也知道这个时候是支付景亮的最好时机，所以根本不敢放松。那不得不说，这快1分多钟的时间，李永亮一直撑到现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Well, from the Xinjiang province in China, down in Beijing now. Yeah, Lee also has a special story. He is from the Xinjiang region, but he's Han Chinese. He said growing up, ethnically Han Chinese in Xinjiang created a lot of problems for him. He got into a lot of fights, and ever since he was a kid, he was trying to toughen up. Fighting was just a natural option for him. He misses Xinjiang. I was talking to him the other day. Misses the meat. 还在撑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李景亮打到现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而且这个过程中多次都是差一点挣脱。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泰国罗仙尼，本来人家就是练泰拳的战力技术就非常好，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啊，这次比赛他留了一手，就是这出奇制胜这个摔跤技术和地面缠斗，而且可以说是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压制着李景亮，怪不得这小子这么嚣张，原来是有着这种后手呢。Lee a lesson in the art of ground and pound right now. Oh,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That looks minute and a half left of this first round, and it seems like it's been an eternity already for Lee. Look at Lee holding on. He doesn't even care. He's saying, man, I could hang out here all day. I think he's thinking of that meet in Xinjiang. 我的天哪！大家应该看到了，刚才李景亮已经被这个选手勒的整个脸部的皮肤都发红充血了，但是依然不敢放松，而且还硬生生的挺了过来，就连我都以为刚才就要拍手终止比赛了呢。真不愧是中国硬汉，而且对手此时也是松开了架势，因为长时间维持那种享福的状态，实际上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对手也需要一个时间缓和。也正是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给了我们李景亮机会，虽然此时仍然是被砸拳的状态，但却比被降服的时候好很多。 3 minutes of action all down in this corner. Hasn't moved an inch really, but... Oh no, that's the body triangle. Lee told me in an interview that's something he was really worried about, is Rossini's body triangle, which he's got locked up now. Yeah, he's showing some technical nous here, the Australian. Well, 26 seconds. Good news for Lee. He's only got to survive another 22 seconds. Yeah. This has been a storming round from the Australian. The crowd counting it down for the Chinese fighter.
Lee has done a tremendous job defending the attacks from the more technical grappler, Rossini. And this is the joy of MMA. 观众朋友们，李景亮这一局真正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中国硬汉。还是这一回合，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对手死死地压制住，甚至可以说死死地勒紧了他的脖子。而在这一过程中，李行亮甚至在断头台成型的那一刻都坚持着不认输，硬生生地把比赛撑到了第一回合结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对手消耗的体力比我们李景亮更多。不过在这个罗先尼原本的设想里，应该是很快就能降服李景亮。只不过没想到李景亮硬生生地撑了下来，现在看来到有些弄巧成拙了。Was spent in this terrible position for Lee, with Rossini a tight back control. Look at here with the body triangle. Lee doing a great job, however, of fighting off all the choke attempts. Good work, Lee. So Rossini had a fight last year against Ian Bone. Bone went on to be the Rise champion and then got that title taken off him by Rodney McSwain. And we'll see Rodney McSwain later on tonight. 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正式开始。经过上一回合的表现，对手也知道了我们李景亮不好对付，所以这次干脆就直接玩起了战术。看这小子表面上是对拳，实际上还想找机会摔李景亮。李景亮竟然没有丝毫慌张，仿佛是早就知道了这么一点。而对手呢，就跟个傻子一样硬往前冲。看看，这下两个人都被挤出擂台，比赛时间也只能被迫终止，由裁判出手将两个人带回擂台之内继续比赛。Make sure that everybody's safe, and we restart it on the feet, middle of the ring now. Well, Mike, you must have spotted Rossini's strategy. Get in quickly, take it to the ground. He's done a terrific job of it in the first round, and he's doing a good job here in the second. Now Lee unloading. Rossini again. Oh. Lee going for the choke now. 我的天，太帅了！上一回合对手全场压制住了李景亮，但是这一回合直接反过来，现在是李景亮把对手给狠狠地压在身下了。而且我们李景亮的摔跤技术也非常不错啊，断头台瞬间成型，这个时候对手想跑也跑不了了。而且我们李景亮在被压制了一个回合之后，也不可能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就看对手能不能撑下来了。好的，漂亮！裁判这个时候及时出手制止了李景亮，这时可以发现对手已经完全昏迷了过去，根本连拍手示意都做不到。相比起我们李景亮被他压制的时候，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而已，另一个直接撑满了一回合。不愧是中国硬汉啊，在意志力方面没得说。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上来检查对手的情况，毕竟被李景亮雷晕过去，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想放过我们。李景亮则是硬生生的扛住了一个回合，让对手丝毫办法也没有啊。Now there he's proven what he can do when he gets on the ground. Suck the blood out of your brain. So the China top team have A comeback. So Rossini up on his feet. Doesn't look like any damage there long term. 那么经过了一番救治啊，这个时候对手也清醒了，这场比赛到现在就结束了。至于获胜者不用我说，想必大家也都清楚。那么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精彩的格斗视频，还想多多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就他妈你叫夏洛呀！你他妈挺猖狂啊你！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比赛，双方互劈上前拳，发誓要打死对方。只因赛前美国选手实在是太猖獗，在发布会现场公然羞辱中国男人就是大娘们儿，更是殷殷狂吠，只需要一拳就能把中国选手送进棺材里。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解气的中美对局。你可以看到，哎呦，我们的中国选手刘文晴这个状态非常的激动，发誓要打死这个嚣张的美国拳王桑农里奇。那么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桑农里奇的嚣张扬言啊，说我们中国男人是大娘们儿。所以说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非常的愤怒，发誓要在这场比赛亲自捏碎这个桑农里奇。让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的刘文晴也是，哎呦我的天哪，双方选手直接进入了对拼模式，根本不给任何的这个机会啊。这个互殴，我的天哪，纯粹的啊肉与肉的碰撞。可以看到桑农里奇也是先松了手啊，有一点干不过我们的刘文晴。And now they've broken. But he might have gassed himself out in the first 20 seconds of the fight. 那么我们的刘文晴呢，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拳手啊。之前是在家里种地，后来被他的教练看中，走上了这条搏击之路。那么凭借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这个重拳啊，在外国赛事上啊频频出名，也被外国人称之为战神。可以看到他这个打比赛的这个亢奋劲儿啊，非常的激动，像是战神一般，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外号。好的，桑诺里奇也是打一个后手反击，刚才那一波对拼看来是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啊。Both these fighters taking turns. Nice cover up there by Rich. Nice. 桑诺里奇也是不停的挑衅我们的刘文晴。啊，看来是嫌自己命长啊。For Shannon. Definitely the height and reach, and definitely the bigger man is. 那么在赛前面对桑农里奇的挑衅，我们的刘文晴也说过啊，我可以拿命跟他拼，他敢跟我拿命拼吗？可以说气势非常的足。Big overhand, Shannon shoots, and he gets the. 哎呦，小心抱摔。桑诺里奇也是拿到了一个侧位啊，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桑诺里奇进攻的。我们刘文晴还是需要小心一点。This is just like their press conference. He took him down. That's right. Winbo, one thing about him, before he can get to his knees and stand. 漂亮，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顺利的挣脱出来，恢复了站位。哎呦，对手这个进攻还是很猛的，可以看到。我们刘文晴也是被打得满脸是血啊！裁判暂时停止了比赛。我们的刘文晴也是擦一擦，可以看到刘文晴很暴躁啊，真的是不服，打得我满脸是血，我也要跟你干。这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像是谁呢？泰国拳王波球。After a little bit of a breather, thanks to the cut, and there we go. There's a takedown as expected. Big overhand down to the judo trip. 好的，桑农里奇再一次将我们的刘文晴拖至地面啊！这个不拖地面，纯打站立的话，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刘文晴。这个位置控制的也是很死。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防着对手再进一步的骑到自己的身上啊。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ut, David? In a bad position? Well, it depends. I mean, if he stays on his back, the blood and it continues to bleed, the blood will run into his eye and inhibit his vision. Here he is, getting off his back. He's got his back on the cage now, which is better than his back on the wall, on the ground. But Shannon is looking to take the back at this point. 漂亮，蓝边这个位置也是死死的控制住了这个桑农里奇的这个进攻的空间啊！漂亮，成功反制啊！现在是我们刘文晴的优势位。哎呦，打的这个美国拳王抱头鼠窜。攻守逆转了，现在。Where did this come from? He's not defending, will he stand? He's not reacting. Isaac Yap is right there, and he stopped. 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出来宣布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刘文晴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在这个第一回合啊，相信桑农里奇也是得到了教训。须知不可以轻易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不然得到的只会是痛殴和惨败。Well, I'll tell you what it came from. Shannon let his hips get a little bit too high when he was on top in that position. Winbo executed what's called a Granby roll.
He wrapped his arm over his elbow and rolled through, dragging Shannon over the top with him. And he number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我们的刘文清也是给对手一个这个反制啊，成功骑到了对方的身上。这一通砸拳，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哎呦，一直在看啊，已经知道这个桑东利奇是防不住了，非常的凶啊，这一个砸拳。我们的刘文清也不愧是重炮手，战神之名名副其实。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哎呦，这个桑东利奇过来跟我们的刘文清握了握手啊，确实厉害啊！让你再说中国人是不是大娘们儿 In total control and wow, turned like that on a dime. Yeah, pure action. And Wimbo the Brawler gets the victory over the highly. 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刘文清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一场胜利也是来之不易啊，确实是打得很凶，可以看到一开始也是拳拳到肉，了不得。Sigh of relief for both of them to know that they put on a good show and to be able to put it behind them and have a drink together later on tonight. That's right. And again, Shannon Rich knows how to promote a fight. So he did it very well, and I thought he won the 我们的刘文清也是为国争光啊，真的是很帅。这个照片显得是英姿勃发啊，画面非常的不错，带感。Go back and look at his strategy. Here we go. Set it up to the cage side. 好的，让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刘文清在赛后有什么发言。不能给中国人丢人。我不恨大技术，我恨大命。谁能抓住我的命？比赛咱不认怂，管他是谁，来一个打一个，来一个锁一个。再次恭喜刘文洛 Always the entertainer. 其实我也不喜欢打中国人，只是他们天生就欠揍。每一次看到中国人，我的拳头就会不听使唤的打上去，直到他们大喊爹我错了，我才肯收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复仇对局，我们的中国小伙学野国大战日本拳王四岛响。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四岛响的嚣张言论啊，说要打到我们中国人大喊错了他才肯收手。我们的学野国也是霸气迎战，来到日本就是要干掉这个嚣张的四岛响。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是我们的徐卫国能赢，还是四岛响能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您可以看到红方选手日本拳王四岛响，而蓝方选手则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徐卫国。那么听这个名字，您可能会感觉出一种很亲切的年代感啊，没有错，我们的徐卫国呢是一位红三代啊，他的父亲啊、爷爷啊都是这个中国军人，爷爷是老红军，所以说徐卫国从小也是，哎呦漂亮，这一记重拳直接将四岛响打倒在地，没有任何犹豫啊。那么我们的徐卫国也是从小啊跟这个爷爷在一块儿听爷爷讲这些故事，对日本人有着天然的仇恨。这一次听到四岛响这么说，也是霸气迎战，你可以看到他出拳很冷冽啊，必须是要把敌人打废啊，这场比赛才能結束。我的天哪，双方的这个比賽很花哨。おそらく効い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でもここでも逆転する力、底力を倉島選手が感じますね。はい。さあまたして持ち上げ。那么四岛响呢，作为日本的新晋拳王，好的，我们的学国再一次通过重摆将其打倒在地，这已经是第二次将其击倒。这个四岛响啊，是日本的新兴拳王，目前战绩是一个8连胜
啊，而且之前是在中国摆了一次擂台，连胜了3名中国选手，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所以才能在赛前发出这么嚣张的言论啊。好，让我们回到比赛，可以看到我们学业国的这个拳打得很重，漂亮，日击抓得很稳啊。日本人、韩国人都很抗揍，但是面对我们的学业国啊，四岛响显得有一些经受不住了，抗击打能力开始变弱。この辺りも前に出た寺島。まだ山本ちょっと効いてますか？効いてますね。はい。今も少しぐらつきましたが、ここで立ってられるのはすごいですよ。はい。表情を見ると。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四岛响在赛前的嚣张言论啊，觉不觉得这个日本人欠揍？反正我是觉得这小日本子不揍不老实，最好是能一天打他们7、8顿，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他们才会听话。山本選手の気合だと思います。寺島はサウスポー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今度はミドル。好的，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拼阶段。哎呦，打得很凶啊！我们的学业国也是马上游走。哎呦，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日本子啊，比赛不老老实实比赛啊，总是玩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可以看到踢裆踢到我们的学业国，看一下具体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一脚也是结结实实踢在了我们学业国的裆部，这小日本子就是故意的啊！不好好比赛，玩这种下三滥的。寺島も一度呼吸を整えて、ただじりじりと前には出ています。残り10秒の強振にはなりました。左のハイキック、寺島。最後前に出て左のパンチ、そしてインロを打っていったところで第1ラウンド終了となりました。好的，本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双方在第一回合可以说打得很惨烈啊！哎呦，我们学业国的这个鼻血啊都已经被干出来了。当然，对手四岛响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啊，被我们的学业国接连4次还是3次击倒在擂台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学业国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嵐のように過ぎ去っていった3分間。次の3分間はどうか。静かな立ち上がり。まずはリングのセンター。寺島選手はまず倒そうという気持ちよりもまず自分の展開を作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シフトすると、彼の実力ポテンシャルが爆発でき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まあこうあまり積極的に。我们的魏国不是很着急啊，不停的游走，想打一个后手反击是有可能的。選手はつくのが非常にうまい選手ですからね。はい。さっき試合前の山本選手のミット打ちをちょっと見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の打ち合いだ。之前的发布会呢，学业国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很震惊的一幕。他带了一口棺材，然后跟四岛响说：“这口棺材不是为你准备的，就是为我准备的。”所以说，今天擂台上啊，必须是得死一个的样子。今このねリング上でもプロの戦いが2人によって繰り広げられてますね。はい。お互いにキャリアというのは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という選手。寺島がプロ2戦2勝、そして山本の方は1戦1勝です。またスイッチしてから左。寺島が頻繁にスイッチ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も出しています。寺島選手。哎呦，好的漂亮！我们的学业国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破绽找的真的非常好啊！寺島選手は瞬発力の塊なんで、あと気の強さの塊ですからね。いや本当そうですね。まさにもうナチュラルボーンファイターというか、そういう印象です。まあ寺島は空手のバックボーンがあります。3歳から15歳までは空手。そして一度クラブ活動でサッカー部に入りましたが、その後18歳から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を始めたという経歴があります。蹴り分けうま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キック、カーフキック、前蹴り三日月。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すごい引き出しがありますよね。四岛响呢，作为日本的这个新兴拳王啊，也不是无门无派，他其实练的是泰拳啊。但是泰拳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吃不了那苦，所以说就不练了。后来又练了空手道，练了这个一气斩，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啊。可以说这个人学得很杂。什么都会，什么都只会一点儿。この2人に限っては、スタミナ3分3ラウンドで切れるようなスタミナじゃないって僕は思いますよ。
もう非常に鍛え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ね、寺島選手はお兄さんのこと見てますし、はい。山本選手はね、もうチームペガサスですからね。あと顔面に2発。山本ここに気の強さが見える寺島。残り10秒。お互いにリングのセンターを取り合う。今度は前に出た寺島，そこに左を。其实我们的魏国拳打得很冷啊，也是这种短距离爆发。好的，本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全ては無に帰すのか、それとも最終の3分間が始まりました。青のグローブが山本陸、そして赤のグローブが寺島心。ダウンを奪っているのは青の山本です。左のミドル、ここも強烈。前に出た大きな右スイングしていきました山本。已经是鏖战到第3回合了，双方选手的体能消耗也确实都很大啊。蹴り技はダサい、そこに右のミドルを切り返していった山本です。ただちょっとやはり寺島が前に出ましたね。パンチと蹴りのつなぎ方、やっぱり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あるから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寺島選手は。ちょっとカウンター気味もら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それでも前に出るこの気持ちの強さです。其实四岛想的拳啊，已经是打得有些犹豫了，体能跟不上，而且貌似来看的话，我们魏国的状态相当不错，本能的就会后退。足の蹴り技の蹴り分けですね。ポイントでミドルと、三日月蹴り、当た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けどね。右や捉えたか、いや捉えていないか。今のバランスがずれてると思います。さあ少し注意が与えられました。前の足での静止合い。好的，四岛想鼓足勇气跟我们的学月国打一波对拼啊！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力道已经是不重了，没有什么状态。漂亮，一个连续的追击。寺島の方にも顔面にダメージは見られますが、まだまだここから取り返すという気持ちの強さ、前進。山本選手はね、気持ちの強さもあるし、打たれ強さもあるんですね。打たれ強さも。はい。今もね、ショートの右、寺島選手みたいに当た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しっかりグッと耐えましたから。さあ山本、さあちょっとお互いに手を止めて相手の機会を伺っている。左。我们的魏国呀，这个战架已经松下来了。可以看到，对于战胜对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まだまだどちらのチャンスはある。決着つけるチャンスはまだまだありますね。寺島の最後の爆発はあるか。一方の山本も。さあ残り時間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時間が止まりました。残り15秒切りました。さあ寺島が前に出る。さあ苦しい時間帯。哎呦，四岛想鼓足勇气，开始跟我们的学月国互拼，漂亮！被我们的学月国一记重磅击倒在地。哎呦，已经是被打休克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国很开心，让我们恭喜我们的魏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いや最後もう覚悟を決めて寺島が一気に前に出ましたが、最後左ですか。左ですね。寺島選手が思いっきり振りに行ったからこそ、上がっていた顎をきれいに打ち抜きましたね。はい。いや前回の試合が開始直後。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装逼为飞起来！穿透性还是在的。过河打蹲板。美国2米巨人拳王来华踢馆惨被中国大力士一拳打飞，紧接着更是乱拳打碎头骨，险些身亡擂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我们的中国最顶级重炮手李龙大战美国2米巨人拳王卢卡斯。你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攻欲望很强，火气很重。那么这个美国巨人拳王在赛前也是嚣张扬言啊，你们中国人就是一帮矮小的侏儒，你们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却能一拳打爆你们的狗头。您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所以说我们的李龙也是霸气出山，表示一定要干碎这个卢卡斯，让他知道中国人有多猛。好的，让我们回到比赛，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李龙啊，面对这个卢卡斯，哎呦，显得就是有一些矮了，但是不重要。我们的李龙身为最顶级的大力士啊，从小力大如牛，10几吨的卡车轻易拉动，而且是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将一个客机拉动了300米，可以说是90后最牛的大力士。的这个战术运用非常的灵活，他又有高扫踢，又有这个。也可以看到卢卡斯也是在一开始啊，这个发动了一个猛攻之后，发现我们的李龙，哎呦不好对付，马上啊转为了这种慢打的节奏，试图跟我们的这个李龙拖节奏啊，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行为。那么这个卢卡斯呢，他本来是来中国挑战我们的另一位重炮手，也就是张之磊，但是之磊最近啊是忙着跟这个乔伊斯打2番战做这个准备呢，所以说没搭理他。一气之下挑战了我们中国最弱的几个中国选手，给打成残废了，其中呢有武僧一龙。那么打比赛受伤是很正常的啊，但是这个卢卡斯却恶意去打断我们中国选手的双臂，简直就不配称作为人。后手重拳一直在等着，而且他的拳路变化也比较多，他有勾拳、有摆拳、有直拳。那现在前手刺拳在不停。好的，我们的李龙还是在找机会啊，毕竟对手很高啊，臂展和腿部都比我们的李龙要长。漂亮，打一个近身。李龙这个拳打得很冷啊。刺手那个前手的刺拳，他的点击，而且穿透性很强。对了，他前手刺拳，他的上勾拳都是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李龙的正蹬。哦，你看这个后手打中。卢卡斯也是有一些慌了。现在的话，这个主动进攻占不到什么便宜，打后手反击速度又没有我们的李龙快，只能是要考虑一下调整自己的战术。飞膝，李龙也是还以颜色，来一个孤颈止膝。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你看大级别的选手较量，虽然说出拳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每一拳。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啊！比赛里面，这个蓝方选手卢卡斯确实给我们印象很深。第一个他对这个擂台很熟悉，对这个规则，更主要的，但因为他是连胜嘛，所以他这个自信心很强。这个卢卡斯的核心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啊，各种各样的花招也是频出。但是我们的李龙呢，一招先吃遍天，只做好2件事：防守和进攻。卢卡斯在第一回合确实是没占到什么的便宜啊。还差点被我们的李龙一拳击倒。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他的前手刺还是很有穿透性啊。是的，这个卢卡斯在第一回合主要的拿点就在于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其实他的后手重拳并没有命中太多李龙，反观李龙的这个重拳也是有击打过这个卢卡斯的。好的，裁判示意双方选手稍安勿躁，第2回合比赛马上开始。对打。好，又到了双方的第2个回合，他这上勾拳是2次打空了，对，距离没把握好。现在李龙还以一个高扫踢啊！那么大体量的这种擂台赛的话，对于体能的消耗啊是很大的。我们的李龙也是气喘吁吁啊。你别看我们李龙这个头发上全是汗啊，对手是没有头发，所以您看不出来有汗。现在双方的节奏慢慢的变缓了，李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扫踢。确实这么大级别在上面比赛，这个体能消耗多厉害。好的，再一次逼至蓝边，哎呦，飞膝漂亮！这一记重摆直接是给这个卢卡斯打晃悠了。好的，裁判过来读秒，我们来看一下卢卡斯还能不能打。他在第一回合很多次的施展这个这个原地飞膝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李龙对这个动作有了一个很好的预防，所以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这样给李龙就机会了，给机会了啊！好的，很明显我们的李龙不想给对手太多机会啊，又是一次逼着蓝角对拼，漂亮！好的，数次迷着同步，
裁判拦着比赛结束。我们看一下精彩瞬间啊，直接 KO 了卢卡斯，不愧是我们的中国重炮手李龙。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